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继续做局，习近平出击东南亚啊。那么我们今天基本上在讲两个国家的不同的战略方向啊。那么今天是北美的这个感恩节，那么感恩节假期。这两个新闻呢，本来今天是不想做，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不做的话，明天就没办法做了，所以我也舍不得，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做一下。先说这个川普跟拜登啊，川普跟拜登这次感恩节假期都没有跑很远，因为有疫情。那么川普呢，就本来通常他会去这个海湖。就是感恩节他会去海湖那边打球啊，那么这次他留在了华盛顿啊，去了这个弗吉尼亚州的他自己的这个高尔夫球场打球啊，然后呢，川普还跟全球各地的美军指挥官，各地的这个基地的美军指挥官进行这个视频通话啊，感谢他们的贡献啊。拜登呢和夫人呢就在特拉华州海边的一个度假村度假啊，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两位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围绕着我说川普总统做局，其实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最新的消息，就是伊朗首席核子科学家，就是核科学家啊，叫法赫里扎德啊。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首都德黑兰啊东部的城镇阿布萨德啊遇刺身亡啊。那么经过是这样啊，就是法赫里扎德呢就坐了一架飞机坐了一架汽车在行驶当中啊，他前面有一辆车啊就爆炸呢他就受了重伤，当时没有死。然后另外一条路上的车上的武装人员向他开枪啊，把他打死了，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就大家一看，这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刺杀的一个场面啊。那么法赫里扎德呢就死了之后呢，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啊，指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在任最后的时间刻意挑起事端啊，意图发动全面战争啊。那么后来伊朗外长扎里夫啊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个有迹象显示这件事情和以色列有关啊。为什么跟以色列有关呢？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018年的一个记者会上讲什么呢？讲这个大家记住法赫里扎德这个名字啊，他是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关键人物。那么，所以大家记住啊，就是说以色列其实在刺杀这个关键人物的问题上，他们完全没有障碍，所以有人怀疑这是以色列干的啊。那法赫里扎德呢？他是在一家这个德黑兰的一个大学担任物理学的教授啊，同时他也是革命卫队的高级军官啊，长期从事核研究啊。伊朗在2000年被说是违反禁令发展核武项目，叫 AMAT 项目呢，就是他负责的啊，他领导的。那么法赫里扎德其实一直被联合国制裁，冻结了他的资产。联合国下面的这个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伊朗询问我们要询问这个人啊，法赫里扎德，伊朗政府拒绝。那么法赫里扎德的这个被刺啊，那么意味着伊朗的核计划已经遭到了重大的打击啊。那么我们想一下啊，这件事情是这样，第一个这件事情跟美国有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叫什么？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觉得一定跟美国一定是幕后的策划人。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受益人啊。
大家想一下，通常呢，就是这种事情呢，就没有人找得到证据的了，大家就是判断一下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法赫里扎德被刺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因为美国是要对付伊朗的核计划啊，这个人又是核计划的关键人物啊。那么执行到底是谁在执行？是以色列执行还是其他什么执行？就不知道，这个不重要啊，这个其实不是很重要。那么你可以看啊，我们假设这件事情是美国干的啊，美国幕后主使，美国幕后主使肯定就是川普政府嘛。那么川普政府在这个时候啊，做一件这样的动作干什么呢？当然是把整个的叫什么伊核协议直接埋得更深一点啊，就是说。川普总统退出伊核协议，然后对伊朗进行制裁，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中东和平进程，它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其中一个条件。那么假设如果拜登上台，拜登意思就是我还要回到这个伊核计划。如果拜登上台要回到伊核计划的话，那中东和平进程就有问题啊，因为阿拉伯国家就觉得美国已经靠不住了，那我为什么还相信美国跟以色列建交呢？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就会翻过来。那么你这个时候，美国把这个法赫里扎德给刺杀了，刺杀意味着什么？那跟把这个伊朗的核计划埋得更深一点。那就翻盘有没有可能性？当然还是有可能性，还是有操作空间，但是有些困难啊。为什么？因为你在返回核计划的理由不是很强大，因为你想一想啊，这个负责这个核计划的人都被铲除了，那你还跟他签什么核计划呢？他可能已经发展不了核计划了，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就是你看这件事情背后的意图是非常明显啊，就是我们讲就是川普总统继续做他的局，继续做什么局？继续做他的要把他原有的政策啊，把他原有政策固化，或者叫垒高这个政策堤坝啊，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政策堤坝垒得越高，你要把这个政策翻过来。你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那当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时候，那么对新任总统来说，他可能会选择更加有效率的部分去执行他的政策，所以他可能会保留这个政策，所以这个政策的寿命会长一些啊。其实我们讲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固化他既定的政策，并不是说他。新的总统不能改变，并不是这样，只是说他想把这个政策垒得更高啊，延长他的政策寿命，延长政策寿命之后，可能这个局势会发生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导致新的总统，也可能他自己啊，如果他自己连任，那就另外一回事。如果拜登胜选，那拜登可能就会考虑。我是不是还要像我当初说的那样，又恢复这个伊核协议啊？如果恢复伊核协议，那中东和平进程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说川普总统继续做局，这是一个局啊。那大家知道，其实川普总统的对外政策遗产啊，如果我现在当然不是一个，这是一个假设性的啊，就是假设性的说法啊，川普总统对外政策的遗产其实不多啊。第一个当然是对华政策，第二个其实就是中东和平进程啊。就如果我们讲，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美国优先啊等等一系列的啊，还有重返亚太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啊等等。但其实这个印太战略其实核心的目标还是中国，所以。整个的川普总统的整体的对外战略，就是从所有的战场收缩
收缩，包括中东和平进程。中东和平进程其实也是为了收缩把美国的力量全部收缩回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它其实是比如说中东和平进程，就是美军要从中东回来就要中东不能把力量分散它的整体战略是这样。包括你看，包括它调整这个驻欧洲的兵力部署等等，都是为了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没那么容易对付这是一个新闻。另外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国防部证实，美国国防部有一个政策委员会有11个顾问解职解职就是散了吧基本上就散了包括谁呢？包括基辛格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奥尔布莱特。奥尔布莱特我还采访过奥尔布莱特那么基辛格和奥尔布莱特那么11名顾问我念一下大家听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前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莱特奥巴马时期的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Gray Roughhead这个 Gray Roughhead 去年年底曾经说过，说美军要是在这个亚洲和中国开战，可能会打输这个海军作战部长，不知道他怎么当的这个海军作战，所以我觉得炒掉他实在太应该了就是说这个海军作战部长，你想美国的海军多厉害他还在中国才2艘这个冒着黑烟的航母，这个航母连战斗力都没有，说美军跟亚洲跟中国打会输掉我不知道他怎么当这个顾问的还有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高级成员 Jane Harman 前国部长马蒂斯时代的高级顾问叫 Rudy Dillon 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Eric Carter 小布什时代的财政部副部长David McCormick 克林顿时代的司法部副部长 Jamie Jorrick 首席和谈判代表 Joseph还有布什时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叫 Crouch Second 前国防部高级官员 Franklin Miller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2个，现在还有2个就不知道是谁那么大概就这样，大家一看这名单就很清楚吧非常清楚这就是原来的建制派这就是原来建制派的一票人在这里干嘛？在这里拿高薪拿钱然后有地位，然后有角色国防政策委员会是这个由以前担任国家安全官员的这些高官组成的一个咨询小组为这个总统提供这个国防政策，为国防部长提供意见是内部的一个智囊团那么国防部的声明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已经被撤换，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为国家安全做出的热忱服务、承诺和贡献。委员会的新成员名单很快会公布就这样说然后呢，就是川普总统其实一直想换人他一直想换人，但是呢，原来的国防部长 Esper 就反对不让换所以川普总统就没有换，但是并不是他不想换，然后他先把这个 Esper 撤掉，是11月9号把 Esper 撤掉，把 Esper 撤掉之后呢，就开始换了Esper 撤掉之后 ，Esper 的副手就是国防部副部长 James Edison， 第二天他也辞职，跟他一块辞职的有谁呢？幕僚长当然他幕僚长肯定跟着辞职了。
还有就是负责情报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另外一个副部长，就是2个副部长，一个幕僚长，就第2天也跟着辞职了啊。那么，这个川普是用原来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来替代，做代理国防部长，然后就是他在10月19号说，美国所有的特种作战部队和这个情报单位直接向他本人汇报。他解释，他说这个是因为军事交接和军事活动伴随的风险、未知挑战和机遇，所以才这么做出安排。然后川普总统这个先换掉国防部长和国防部长身边的这几个人，然后就开始清理什么呢？国防政策委员会啊，国防政策委员会大家看名单就是布什、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时代的官员啊，就是安全官员，就不要他们啊。那么他换谁呢？换他自己的人，把他自己人换进去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啊，那个时代的国家安全官员，他们面对的中美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个时候中美关系是非常好，蜜月时期啊。蜜月时期，美国的整体的全球战略和现在川普总统的现在的全球战略完全不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且川普总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口号，叫美国优先的这个战略。那么如果当以美国优先为大前提去看川普总统的全球战略的话，那这些人完全给不了建设性的意见啊，他们只会做反对派，或者只会变成一个说客啊。所以川普总统为什么把他换掉的原因，我估计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啊。那么当然把国防部长换掉啊，当然如果川普总统败选拜登上台，那肯定国防部长也要换掉的了啊，这个没有疑问啊。那么改组这个国防政策委员会啊，那么也就是当然前提是他认为他会胜选啊，他认为他胜选，就下一步就直线往前走了啊，大概是这样啊。大选之后，川普总统是2线作战啊，一头是针对选举舞弊进行的诉讼啊，另外一头是巩固既有的各项国策啊。那么当然，这个最核心的国策当然是对华政策，但是川普总统不仅仅有对华政策，他还有一系列的美国优先为前提的对外战略，他也在部署啊。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川普总统现在做的所有的工作就是2个啊，第一个叫固化原有政策，垒高政策堤坝，这第一个；第2个调整机构、调整结构，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完整啊。那么就是这样。那在这里呢，我想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傅高义啊，傅高义出来讲话。我看完之后，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傅高义到底讲了什么。大家知道，我就不介绍了。傅高义是哈佛教授，然后就是中国问题专家，然后基本上是这个熊猫派的领军人物，也就是熊猫派的头啊。他这么说，他在一个视频采访当中这么说，他说中美关系不会急转弯式的变好，预料这个习近平和拜登有私交啊，他们会更理性的对待中国，认为2国会尽快开始对话。中国应该把握机会，重新让美国记者回到中国，由他们讲述中国故事，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接受就习近平说，中国的对外宣传要好好的讲中国故事啊。这个傅高义说，你让美国的记者去中国讲吧。美国的记者讲的中国故事呢，美国人更爱听啊！想一下这什么话啊？然后呢，就是他这么说，他说拜登也许不是班上最聪明的那个同学，但是一定是最受欢迎的那一个啊，能够跟所有人愉快相处啊，这是拜登最大的优势。
傅高义，你通过这个话你可以看到，傅高义非常恨川普啊。傅高义表示，中美关系过去2年变得太坏，所以不会因为拜登上场突然会变好。但是他认为呢，拜登可以更理性的对待中国。至于拜登竞选时对中国强硬的讲话，只是选举需要啊，听见没有啊？他这么说。他说，傅高义相信说，他说拜登和这个习近平的私交将在中美关系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说，拜登当务之急是听取更多知华派的专家意见，就是这些熊猫派啊，了解中国，能够和中国交谈，强调两国之间的专家需要更多的对话啊，还有很多我就不念了啊。然后就最后我念一个啊，他说。中美互相驱逐记者这个事情，他说中方应该把握拜登上台的这个机会，重新开放美国媒体驻华记者的签证，而且要吸引更多的外国记者去中国。傅高义说，中国官方过去几年在海外的宣传方式投入了很多力量，但其实对美国人来说，外宣的方式作用不大，在美国也不受欢迎啊。他中间还讲了一些，我觉得算了，就不说了，大家听到了。这就是熊猫派是什么？傅高义代表的这个熊猫派是什么？他们自己叫知华派，就是中国的知心朋友啊。这些熊猫派就是在美国的第5纵队啊，就是这帮熊猫派就是在美国的第5纵队啊。熊猫派需要中国元素。熊猫派要是没有中国元素，他们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所以这帮熊猫派非常坏啊，非常坏。好，我基本上这边讲完了，我讲谁呢？讲习近平啊。习近平这一头，习近平今天参加了一个什么会呢？参加了一个这个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啊，25号开啊。那么他在会议上讲了一番话。他是这么说啊，我要把这番话跟大家念一下。他强调，全军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聚焦准备聚焦备战打仗，坚持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支撑啊。中间有些我就不念了啊。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安全环境、军事斗争态势、我军使命任务、现代战争形态、我军组织形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目标任务都发生新变化，我军军事训练进入了全方位变革、整体性提升的新阶段啊，就是大概就讲了这个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是从军队来说，训练是很重要的啊。那么现在开一个这个全军的军事训练会议啊，其实在这种场合，其实习近平通常情况会把这个调门拉得很高啊，把这个调门拉得很高，因为这是纯军事活动啊。但是你可以看，我刚才念完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习近平这个调门没有拉得很高啊？有2个方面他没有拉得很高。第一个，对外部形势的描述没有非常的紧张啊，就是说你听这些文字表达的这种强度和张力，就完全和以往的形态完全不一样啊，就是说。这第一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他这个调门下来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据我观察，这个中共对外形态的这个调门放下来了，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分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大选以来，中国对美国保持谨慎的态度。我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也讲到，就是他向拜登发贺电的这个我们对比啊，就是说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你看之前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对蓬佩奥那就是火力非常的凶猛，而且就破口大骂，基本上是啊，最近这个少了，就是火力没那么猛，密度没那么高，火力没那么猛。那么习近平的调子也开始往下放，也没那么高姿态了，也特别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啊。那么这是一个动向，这个动向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跟两件事情有关系。就是说，中国现在让这个姿态往回收，姿态往回收的原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可能美国会出现一个新的总统，就是说川普有可能输啊，拜登有可能赢，当然也有可能拜登输，川普赢。不管怎么样，中国现在保持一个相对温和的面目，有利于他和新总统和拜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还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开始把这个战略方向调整，调整到哪边？调整到东南亚。为什么？从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RCEP 啊，RCEP 11月15号签署，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这个自由贸易区形成。RCEP 全称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RCEP 其实是主导是东盟是主导，RCEP 是东盟主导，中国是后来参加，中国、日本、韩国，然后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一个这样的形态啊。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最强的国家啊，那么又是第二大经济体，它一加入之后，毫无疑问，它对 RCEP 的这种引导和控制能力应该会是最强的啊。当然，这个中国非常谦虚啊，说他尊重东盟的主导地位，但是其实从影响力来说，中国肯定在这 RCEP 里面是主导的，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件事。大家知道啊 ，RCEP 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平台啊，中国通过 RCEP 可以推动它的一带一路，还有一个，它可以通过 RCEP 和做东南亚的工作啊，做东盟的工作啊，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11月27号，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在南宁开幕，其实这个活动呢，有很重要的地位吗？没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从整体的经济方向来看啊，中国跟东盟是有关系啊，就经贸往来是越来越频繁。但是呢，东南亚国家它毕竟不是经济强国，都是帮穷兄弟啊，穷兄弟对中国来说其实帮不了太大的忙。哎，习近平这次在开幕式上发表这个视频致辞啊，他说啊，他把这个中国跟东盟的关系一下子往上拉，你看一下怎么个拉法。他这么说，他说新形势下，中方视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地区，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中国愿与东盟一道，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指导下，推进各领域合作，维护本地区繁荣和发展良好势头，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生命共同体。他又来生命共同体了，充分肯定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成效，明确提出4个提升，体现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合作的坚定决心，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生命共同体指明方向。习近平讲话啊，为什么中国会把战略方向啊
原来中国的战略方向主要是后面是谁？后面就是俄罗斯啊，俄罗斯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撑，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对美国，中国就是两个方向。对美国，当他面对美国的时候，就是一个岛链啊，岛链是从那个韩国、日本一直下来，台湾一直菲律宾一直下去啊，这是一系列的岛链。其实他当他去正面面对美国的时候，这是一个岛链。那么岛链也就意味着他要面对这些国家，所以大家一看啊，就是说中国把这个战略方向转向东盟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就是它的突破方向。为什么？你看，美国在印太地区有一个印太战略，是从印度一直拉到哪里？拉到南海，再往上走，这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像个镰刀一样的一个这样的形状啊。那么中国啊，他把战略方向转到东南亚，这就从中间来一刀啊，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战略，大体上就是这样。那么习近平把中国战略方向指向东南亚，把中国跟东盟的关系提高到这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就是说下一步中国会利用美国在东南亚国家这一带东南亚这一带地区的这种真空状态做工作啊。大国战略是什么？大国战略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方向，你一定要有方向，清晰的方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投入时间、投入资源做具体工作，这是绝对是大量的具体的工作。像蓬佩奥那种啊，就蜻蜓点水的，用国家影响力、用软实力，我去找你谈一次啊，然后我们得出某种成果，然后我就走了。这个是不扎实的工作，这个其实是效果不明显，除非你能在那里有一个战略存在。你在这如果没有战略存在，仅仅是用这种方式，不能实现你的战略目标啊！你必须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去做，而且你必须在现场。所以为什么之前这个我印象中是有一个海军的一个太平洋司令啊，太平洋司令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太平洋舰队司令还是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就说希望在新加坡建立一个新的舰队啊，美国有7个舰队啊，那么建立一个新的舰队，就第8个舰队，把基地放在新加坡啊，这是一个点，这是个好点啊，这是个好点。你可以看到啊，这两条说法都反映了目前整个东南亚对美国也好，对中国也好，它现在是一个战略要地啊，战略要点啊，所以大体上就是这样。我们不展开谈，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很清晰的知道，中国已经把它的战略方向指向了东南亚啊，指向了东南亚，它在这里开始做工作了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本来我今天还想讲一下，我顺便再讲一下，就是关于疫苗啊，疫苗现在已经出来了，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啊，让大家知道一下，疫苗会有什么副作用啊？这应该是美联社啊，美联社采访的一些情况啊，我就说一下，西雅图啊。Heller 就西雅图是美国第一位临床试验这个疫苗的人啊，他在3月16号注射了Moderna 的疫苗。他讲他的感受，注射后胳膊有点酸痛啊，第二天啊一直到第二天，然后4个星期之后再注射第2剂，同样的感觉会有酸痛，但是呢，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副作用。然后他在之后呢，他就还是在公众场合会戴口罩，和大家保持社交距离，到现在没有
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啊，这是西雅图的一个，还有一个是加州啊，加州的志愿者，他是9月份接受了辉瑞啊，前面那个是 Moderna 啊，辉瑞的疫苗试剂啊，但是他是接受那种叫双盲，就是双盲是什么意思？分2组啊，一组呢，就是你有可能是注射了疫苗，也有可能是注射安慰剂啊，就安慰剂就不是疫苗，就是完全没有影响。那么，然后就开始测，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那一针注射那一剂到底是疫苗还是安慰剂。他注射之后呢，他就感觉酸痛啊，身体感觉有点不对劲，但第2天就没事了。Moderna 的这个副作用 ，Moderna 列出的副作用是什么？注射者有机会感到疲倦、寒意、头痛、肌肉痛，或者是注射部位疼痛啊，这是一个啊。那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这个传染病专家啊，叫 Peter Chin Hong 啊博士说，他说这都属于正常的疫苗症状。25%到50%的人会在第一次注射后感到轻微的副作用，在第2次注射以后更多啊，就是有这种轻微副作用的人会更多，但是通常这种感觉会在第2天消失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因为体内的这种细胞在传递信息，然后在体内制造什么相关的蛋白质做抗体啊。大概就是这样，我就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有个认识啊，有个认识。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总结一下，川普总统继续做局啊，就是在他这个任期的最后的一些时间啊，尽快的推出一些政策或者做出一些调整，把他既定的政策固化，垒高政策堤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中国那边开始把整个战略方向向东南亚转移。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个，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OK，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议题，还是有非常大的议论空间啊。7月，谢谢，请王先生喝杯 Meet Fresh 的奶茶 ，OK。阮光能，谢谢。情绪，川普的官司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看到有什么有力的决定性的证据，一直在期待，也一直在失望，看来事情也就这样了啊。情况，中共的渗透无处不在，而且极为成功。大部分美国人并未认识到严重性。本人昨天因为在推特回应中共国溯源新冠病毒到美国冷冻猪头事件，使用了包子、菊花等词，被推特禁言12个小时，并勒令删除。没有经历过中共网络暴力的人无法体会这种红色长城延伸到美国境内的恐怖啊！哦，还有这样的事情，我第一次听说啊！哦，还有这样的，还要勒令删除啊！我没有碰到过啊。这个，我讲一下我的情况，我在推特上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我的推特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增长。我的这个订阅数啊，就是粉丝数一直没有增长，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涨多少消失多少，涨多少消失多少，就我基本上被冷冻了啊，在推特上是这样啊。情况，中国昨天向澳洲提出反倾销诉讼，控诉要澳洲的红酒苛征关税，中国签 RCEP 就是一个笑话，自己可以耍流氓，别人都要遵守规则。提问 CCP 为什么一直要提生命共同体？感觉就是绑架人质的绑匪，向人勒索的口气，还是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意图？生命共同体这个是一个
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拔高的说法。生命共同体嘛，咱们休戚与共嘛，活到一处去嘛，就是那种类似有点像文景之交这种说法啊。生命共同体就现在的一种表述方式啊，我不觉得有什么价值。你相信中共，你不是作死吗？你说呢？啊？问题最新的金融城市排名，有的把香港排在第7位，而上海、东京进入第3、第4，北京和深圳也甚至排到前10位，变化很大。王先生怎么看？你看一下谁排的？不搞清楚谁排的，就光说这个金融城市排名没有意义呀。谁排的决定了他会怎么排啊？你说呢？啊，很重要这个啊。所以中国这些年呢，就开始把手伸到这个排名里面去了啊。所以包括我们之前讲的金融竞争力还是什么，是一个英国的一家机构跟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一起搞的。但是其实掏钱的谁？综合开发研究院。你想想这个排名会变成什么样子？不难想象吧？啊。观点：如果拜登在竞选时对中国的问题强硬的态度是竞选需要，那理论上说对中国强硬是美国民意所向。如果上台后言行不一，会不会引起强烈的反感吗？或者是熊猫派这么明目张胆的和民意作对吗？熊猫派，我觉得熊猫派就是看自己的饭碗呗，他没别的，他就是要中国因素。没有中国因素，它没有市场，所以他就天天的说，就是中美关系要很好，他就天天在讲这个啊。所以熊猫派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认为熊猫派就是中共在美国的第5中队啊，这帮人就是中共的第5中队。至于说拜登，他讲的话是不是竞选的需要？我觉得有2点。第一点，讲话啊，就是说他会出来做一个政策宣示啊，这是一回事。然后他真正的在选择政策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可能会在表达的时候，会更倾向于让自己很容易把这个故事讲完整。但是当他面对政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面对政策，他要考虑的因素和他讲话要考虑的因素是不一样的。所以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他讲话的时候讲一套，他做的时候会变成另外一套。他不一定是故意要骗你，他只是他在面对这个2个不同的场景的时候，他要考虑的因素不同，所以他最后做的决定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讨论，虽然我之前讲了一下中美关系的可能的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们也只能看到这个趋势。这个趋势是我觉得是比较清晰的，就中美关系一定是在持续的对抗当中，不管谁当选，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当选，中美关系一定是对抗，只是对抗的模式会有不同。就算拜登当选，他跟中国也不可能说去勾兑的，勾兑不了，没法勾兑，因为双方的这种对立已经形成了。那个拜登自己也讲，川普总统改变了什么？改变了这个格局，那他必须在这个格局当中做事，所以是不可能像这个傅高义讲的那样，就是说他只是为了竞选的需要。我没有看到拜登在竞选的过程中讲了多少对华强硬的话，我没看到多少，没有。他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没怎么说，所以傅高义这个讲话就是他自己的需要，不是拜登的需要啊。情况：国药集团的疫苗申请上市，说明3期实验已经做完，但有效性实验的结果并没有公布。我没有
我看到这个新闻，但是它并没有说明第3期实验已经做完，它只是在申请上市。它申请上市不一定是实验做完啊。国内防疫的情况，本人国内连锁餐饮行业昨天开了北京区域会。一，北京部分区要求餐饮企业员工打疫苗。二，政府开始检查有冷库的餐厅，限期无上限，期限无上限。三，有几家企业因为进门没要求顾客测温，被防疫组贴封条，且没有一个部门能解封。OK。提问王老师好，请问阿里集团和杭州市政府为什么会创建出健康码及网络身份证这种技术供 CCP 作恶？马云自身就是一只五指山下的孙猴子，他自始至终维持什么立场？谢谢。健康码是阿里开发出来的啊，这个网络身份证不是它，网络身份证是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开发出来的，所以这个两个不一样啊，先讲清楚。健康码当时是因为疫情杭州就用健康码来进行这种防控措施啊。这个阿里在杭州跟杭州市政府关系那么密切，这件事情肯定会找阿里帮忙。马云毫无疑问呢，他肯定是一看有这么好的拍马屁的机会，表现机会，直接就上啊，这个我不奇怪啊，我不奇怪。他自始至终什么立场？他没什么立场，他就是挣钱立场。马云没有什么，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在这件事情他有没有道德上的底线没有？我不觉得他们想过这个事情，他们就是市政府要做，他们肯定上赶着去呗啊，就是这样啊。提问：之前 CCP 韬光养晦，国际社会也都对 CCP 抱有信任友好的态度。现在 CCP 不忘初心，铁的心向左拐不回头。美国的那些政客还会继续川普就任之前的绥靖政策吗？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很多人在对拜登的有一部分的网友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就是认为拜登来自于原来的奥巴马团队，所以呢，奥巴马当年是对中国绥靖的，所以拜登的对华政策也是绥靖政策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反驳了。然后上一个节目，拜登自己也出来反驳了，说我的任期不是奥巴马的第3个任期啊，这个世界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不可能再执行奥巴马当年的政策，他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他在讲，川普总统改变了格局，所以这个很清楚。所以，拜登政府肯定不会执行奥巴马那个时代的政策，这个没有疑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奥巴马政府时代，奥巴马政府在奥巴马第2个任期，其实已经开始做一些调整，战略上的调整，只是这些战略调整来得太晚、太慢，而且太间接，所以你比如说后来习近平在这个南海做的这个岛礁啊，大规模的做岛礁建设，填海做岛礁，都是在奥巴马时代开始的啊。所以其实奥巴马是不是要有调整政策？有调整政策，只不过这个政策的调整比较慢，比较迂回，没有像川普总统直接搞个行政命令出去，直接制裁你的企业，直接禁止你来这个搞这个，没有这样。但中间当然奥巴马也好，川普也好，也不是一上来就搞明白，川普政府也没有说他一上来就搞明白中共在干什么。如果没有疫情这回事，中美关系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啊，没有这个样子。中美关系到今天这个样子，最核心的问题，最关键的因素是疫情。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中美之间的对抗还是相对间接，而且相对没那么激烈啊。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把现在的这个中美关系的影响完全是，当然越到后这个事情就越明朗，原因是什么？因为当双方开始对抗的烈度越来越高的时候，现在的政府就会去找怎么对付他的有好建议的人，这些好建议的人就会被发现，就会脱颖而出。比如说余茂春这样的，如果为什么余茂春早没出来呢？现在才出来，因为对抗激烈了嘛。那这川普总统的第一年、第2年，余茂春大家有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他。为什么？没有这么激烈的对抗。所以大家不要把一个国家的政策当成一个小孩过家家。国家政策的形成，它是一个进程啊，它的很多政策，它是在很多的历史条件齐备的情况下，它才会形成一个政策出来。相关的这个环境也会因为这个政策，它这个政策是有环境条件，同时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又会改变这个环境条件，然后推动新的政策出来，这就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大家不要想，我今天想一件事，明天就发生，后天出成果，没有这么回事。它是一个没那么快的进程啊，大家要有一点耐心啊。观点放心吧，涉疆、涉港、涉台的制裁提案是国会提出来的，都是2党全票通过，与特朗普无关。中美对抗已经开始了，无论谁当总统，是这样，这就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不同意有一些网友说啊，这个川普总统这个连任，美国才能持续对中国施压啊，持续对付中共政权啊。然后如果拜登上台了，这完蛋了，中国就被美国就会被中国占领啊。你觉得这事靠谱吗？这个观点完全不靠谱啊！不管是川普也好，还是拜登也好，甚至是另外一个总统，我们假设我们不说这2个人，说另外一个人当选，中美关系不会好到哪里去啊！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